如果有一天整个世界都在找同一个人，你会怕吗？来，我们先来一个画面。有一天新闻快讯跳出来，有一群来自国外的神秘人物，根据天象判断，一位真正的王已经出生，目前正在台湾某个小镇。你觉得第一个睡不着觉的是谁？不是老百姓，是现任掌权的人。马太福音第2章一开场就不是温馨圣诞歌，而是政治惊悚片。经文说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接着话锋一转，一群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。注意哦，这些人不是教会诗班，也不是圣诞卡里的可爱角色，他们是研究星象、跨国移动、带着礼物而且公开问问题的人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这句话在耶路撒冷等于丢了一颗震撼弹，因为城里已经有一个人叫王，希律。圣经说得很直白，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。你看，假王最怕的不是敌军，而是真王的消息。于是希律立刻做3件事： 1. 召集宗教专家； 2. 查圣经； 3. 问清楚弥赛亚在哪里出生。很讽刺吧？一个完全不想敬拜神的人，却比很多信徒更熟圣经。他们回答，在伯利恒，因为先知早就写好了。接下来是经典名场面，司律私下把博士叫来，用一种我也很属灵的语气说，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，寻到了就来报信给我，我也好去拜他。各位，这句话请配上恐怖背景音乐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要拜，是要除掉。有些人嘴上说敬拜，心里却只想保住自己的位置。博士离开皇宫之后，发生一件很关键的事，他们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，突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。注意顺序，星星没有在王宫出现，星星没有在权力中心停下，星星只引导真心寻找的人。而博士看见星再次出现，经文说他们就大大的欢喜。这不是知识的喜悦，是找到真王的喜悦。博士进了屋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没有宝座，没有护卫，没有仪式。于是他们做了一件最不正直、最不计算的事，俯伏拜那小孩子，然后献上3样礼物：黄金、真正的王；乳香、敬拜的对象；没药，将要受苦的生命。这不是巧合，是信心。故事最后一句非常关键，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你看，他们没有留下来影响政治，却又行动表态，我不为假王服务。真正的敬拜会改变你走的路。